OK， 现在让我们打开 ZBrush 进行一些草图的这个 3D 画。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这个界面下面，这是我自己定制的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笔刷在下面，但是真正在这个阶段能用到的笔刷其实不多啊，都是 ZBrush 内置的一些笔刷。那么有一些笔刷它如果是需要下载的呢，我在后面呢会给大家一些说明。然后呢，在这个界面的这个左边会有一些，我把一些条板呢都把它放到上面来。这样的话，左右两边都有啊，这边是比较重要的拖面板，这边是笔刷面板啊，比较容易进行调整。然后有一些这个工具呢，功能呢，我把它排布在这个界面的四周啊，比较容易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这些英文这些按钮的这个功能啊。然后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我需要把这个作品规划一下啊，就是说在后面呢会给大家逐一的大体讲一讲。那么开始啊，这个视频是快进的，快进大概是2.5倍左右啊。首先我们从一个球开始啊，打开 Sculptris Pro 这么一个这个造型的功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不用管拓扑，直接把这个作品呢在这个上面就进行雕刻，不需要考虑太多的面数之类的东西啊，我们可以把它压扁一点啊，这样用蛇钩笔刷 Snake Hawk 直接就可以把它这个形体大致的拉出来啊。这上面呢，我用 DM Standard 去把这些花纹的位置啊大致的规划一下。牙齿的位置。它这个东西分上下颚，那么现在呢没有把它分开啊，只是把它表示了一下。那 Sculptris Pro 呢，允许大家从局部开始啊，不一定是从整体开始雕刻，它会实时细分这些面数，这些面啊，它把这些面给做细一点，完全可以让大家突破自己的这个原本的电脑的，就是3D 里面拓扑的限制。OK， 我们需要剪面啊，因为我们用 Sculptris Pro 呢会做一会儿之后呢，会发现这个面数越来越多了，电脑有可能就会有点卡，所以我把这个 Sculptris Pro 的预设，不是 Sculptris Pro， 是这个剪面的预设，就是 Decimation Master 的预设，把它放在这个界面的右下角，这样我会很快的去调整它的这个面数啊，把它面数降到2万面左右，这样的话就比较好进行下一步雕刻了。OK， 我们使用这个插入式笔刷啊，插入式笔刷，多重插入式笔刷，很快的就把这个角的体积给它放上去。这里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尽可能的在前期的这个阶段呢，把这个物体啊，就是要做的东西啊，尽可能的都分成不同的 subtool 啊，子工具，把它分成不同的子工具，这样的话呢，你在做起来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调整啊，比较容易调整，尽可能的多分一些子工具，那么我们可以在
后续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你不需要它，是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你如果是做成一体的话会很麻烦啊，做成一体的你调整它的比例啊、关系啊、这个大小位置啊都挺麻烦，不大利于后期的这种制作。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考虑的主要是把它分开啊，哪怕是一些你不是很确定的结构，比方说这个角呢本身是可以做成一体的，对吧？做成一体的没问题，但是做成一体了之后，这3个部分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你要调整的话会变得很麻烦。因为把它分开之后呢，只要移动啊，或者旋转呀、或者说缩放啊，都是非常方便的事情。OK， 这是脑袋。这里明显用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元素啊，我在用笔画的时候呢，尽可能用了一些笔线，这个曲线啊，这个曲线呢，在这个我的作品里面会经常看到，那我也是很钟爱这些中国传统的这种曲线的表现力。那么在我去年的2019年的ZBrush Summit 上面，我给大家做了一场 presentation 啊，上面会有一场这个 presentation，告诉大家这个我是怎么理解中国传统曲线的给我的创作带来的一些这个启发。那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这些我的那些视频。那好的按照原话来把这些骨骼做一做，刻画一下。OK， 那这边是有2个这种像鱼鳍一样的东西我把它也是用插入式笔刷做的，插入式笔刷放在OK， 这样再把它拉出来。OK， 把鱼鳍就给刻画了一下。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头盔呢，把它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之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可以再做一个它里面还有个骷髅。OK， 把它补洞把它洞补上。洞补上之后呢，用 Sculptus Pro 把边缘修整一下。很快的使用这个Zero Measure，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快速的挤出厚度挤出厚度。那相当于我们用了一些操作方法让这一块拥有一些厚度。
些小小的结构和细节。OK， 现在需要我在这里把这个头骨，这里面这个头骨把它做出来啊。这里也是由于异形的一些设计的思路的影响啊，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头骨在这里。当然我最后做的这个东西也不大像异形里面的头骨啊，是一个怪物的脑袋的样子。OK， 我们把这个材质调整了一下，可以把材质稍微调整一下，一个灰泥的效果。它里面这个头骨呢，有点类似于猿类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想让它还是带点这种传统的意思在里头。所以这个作品呢，在我整个作品的这个风格里面呢，就是一个过渡的阶段。那么大家在 ArtStation 上查到我的作品呢，折龙许.com 能看到我的一些以前做的一些作品啊，有很多呢是带有很多装饰的这个风格的，传统装饰风格的。那也有很多呢是由于我想换一种风格啊，就做成了一些写实类型的。那么这个作品呢，从它的成品来看呢，其实是属于二者之间的。它既属于这个表现手法上来说呢，比较像类似于写实一点的这个感觉，但是在具体的一些曲线的处理方法啊，包括一些结构啊，细小的结构呢，我都把它处理成这种传统的装饰的纹样的样子，所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OK， 这是它的面罩。好，现在需要把它这个给分离出来。我还是希望它尽可能的把这些结构呢都分离成不同的 subtool， 这样子呢，我们还是可以调整它的比例和这个后面的关系。比方说它上下颚是一定要分开的，上面的这个颚的结构和下面的颚的结构，包括这牙齿最好是都分开，这样的话我们做起来呢会比较容易一些。这个车罩呢再稍微多加一点。OK， 这个呢用 Sculptris Pro 去修掉它的一些杂乱的这些一些点啊。好，我们现在对着原来的这些
牙齿啊，使用插入式笔刷把牙齿的样子做出来。好，现在把这个牙齿呢都做出来了啊，把它用木笔刷，用这个拓扑的这个移动笔刷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修整一下这个牙齿。我在做龙和做其他东西的时候，牙齿我看得很重啊，因为我觉得龙和怪兽来说，牙齿其实是在形体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它可以让这个角色更加的丰满。如果你老不做牙齿，到最后再放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好，下颚在这里，下颚呢，我们把它修一下，把下颚给它挖进去，它毕竟是有个口腔的东西。啊，把它放在这个合适的位置上。OK，这是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呢，下面还会有一些牙龈，这个牙龈呢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曲线了啊，它就不是真实的东西了。OK，这里呢是它的这个面罩啊，这个面罩呢我也设计一下，让它带有一些传统的风格。这是头部，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 Scorpius Pro 关掉了啊。现在面数比较多，大概20来万个面，我们把这个这个 Scorpius Pro 关掉了。后面呢，会在进一步阶段呢，我们会把那个 Dynamesh 打开啊，可以看到我现在把 Dynamesh 打开，现在是77万个面，这样的话呢，依然会很流畅，因为我们把 Scorpius 关掉了。Scorpius Pro 比较占资源。好，这里呢会有一些曲线，非常漂亮的云纹和火纹。OK， 这里是画了一些这样的结构啊，强调一下。OK， 所以呢，我们在初期造型的时候呢，是 Scorpius Pro 来做大型，然后用 Dynamesh 来做一些细化。把下颚也转成 Dynamesh，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再做细一点。在做 ZBrush 的时候呢，记得不停的要转动视图，让你在物体在三维空间里的表现呢都是合理的。注意这些曲线。这个面罩的上面这部分开始设计原来呢就是没想那么多，可能只是想把它做成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图案而已。包括一些浪的纹样做成浮雕的效果就可以了，本来是这么打算的。那我做东西的习惯呢，喜欢就是不喜欢盯着一个东西做，那我做一点点的时候呢，会切换到其他的物件来进行操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我自己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心态不至于陷入到一个你无法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或者是造型里面去那你当你在整体的判断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容易一些。这个图案还得重新设计。
这里想设计一些浪花的纹样。那这里其实就有很类似于一些头盔的这些样子了啊，在这里呢其实有意识的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大致上这个头盔的一部分，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就设计了一个饕餮纹。那饕餮纹是在中国的这个周朝商朝，那么在战国的时候呢，也经常能看到这些纹样。春秋的时候呢，能看到这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纹样。经过一些基本的笔刷，把这个饕餮纹给做出来。可以把它做细了一点。那实际上从头部来说呢，它是一个类似于局部的过程呢，从局部开始，那是因为我在前期做了比较好的准备。那呢这些这个饕餮纹样呢，我做的也比较多，那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参考，这样的话呢，做起来会更快一些。OK， 这个头盔就设计完。一般来说，头部呢，我喜欢这样进行无拘无束的操作。至于后面呢，在做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也许会采用一些比较整体的办法来做。因为每个物件的整体，这个身体来说呢，都会差别比较远。用整体方法呢，会比较不大容易出错。那头部的设计一般来说是最富畸形的设计，那我做起来呢可能会更加的奔放一些啊，放得开一些，因为从局部开始做也没有问题。OK， 这是它的几个角按照原画的意思是，我的这个原来这个概念稿的意思呢是把它这个角呢做成一个从这个下颚的这个根部直接往上杵的一个效果，也跟一般的龙角是长在头顶上的不大一样。我就想在这里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风格。细化。
那这个角呢，它还有一些分支啊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设计啊。一般来说鹿角呢，像一般的龙角啊，它都不会连在一起。那这里我想突破一下啊，做成一个粘在一起的这种角的风格啊，挺有意思的。那跟我的跟我的这个概念稿其实是类似的啊，我的概念稿也是这么画的。好，那再继续啊，再继续，然后再可以把这个后面这些地方都开始做一做啊，这是毛发，我们可以使用插入式笔刷快速得到毛发的体积。非常快速得到毛发的体积，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模型作为一个打底用Dynamesh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再用 Sculptris Pro 呢来进行调整，然后把对称关掉对称关掉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随意的变化，因为毛发是不对称的毛发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基本上都是不对称的。好，我们使用一些插入式笔刷，那这个插入式笔刷在 ZBrush 官方呢可以下得到你自己做也可以非常容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这个笔刷是 ZBrush 自带的自带的一个这个笔刷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就是它两头比较尖，然后呢中间比较粗，那就变成一个毛发的这么一个笔刷了。这里主要是调整它的这个曲线的曲线的一些这个趋势，曲线的趋势那这里跟概念图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趋势就是说它这些毛发都是往上扬的这么一个感觉。当然在异形的原设计稿里面是没有毛发的，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创想把它跟龙的结合的更加紧密一些。OK，这毛发尽量的可能让它流畅一些，就是把毛发的体积毛发是一缕一缕的它一定是一束一束的感觉把它体积给做出来。剩下的一些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单独的调整，比方说哪些毛发呢，它应该是更加的这个分散一些，那有些毛发呢可能会聚的比较拢一些这个呢都是在后面进行调整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体积感做好这是一切造型的根基。把毛发弄小一点短一些
就是毛发的一些设计。那接下来呢，可以做身体了啊，把身体我们可以一样的使用这种插入式笔刷啊，这个笔刷是我添加这个基本这个mesh 基本 polygon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笔刷，插入式的啊，可以很快速的创造出一些这种条状的物体啊，包括毛发、牙齿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创造。那这里的这个曲线方式曲线的这些这个走法和这个这些效果啊，都按照概念图来就行了啊。你看很快速啊，用 Sculptris Pro 去快速的把体积搭建出来啊，这是我上做的一个可以说是秘诀吧啊，一定是用 Sculptris Pro 快速搭建体积啊，等到后面呢，你可以使用 Dynamesh 去创造一些更深的层次，更加这个次一级的层次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非常多样化的方式来进行创造体积。所以在做模型的这个阶段啊，特别是一开始这个阶段，是一个畸形释放的过程啊，一定是一个畸形释放的过程。那么大家对我的这个作品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看到我去年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快速雕刻，在26天之内做了26个这个快速雕刻的练习。那么在这个练习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种练习在我的网站上也有展示啊，其实是做的不细的啊，也就是说它离成品的质量其实差的还蛮远的。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让自己的这个思维啊得到一些这个释放，特别是在已经有了这个概念稿的情况下，那么你可以通过 ZBrush 这些快速造型手段呢，把它变成一个三维的物体。这样的话呢，你后面至于再去把它做细化呀什么的，就是非常的简单啊，并且是一些这个比较容易的这个操作啊。那如果说我们在前期非常的这个做的非常有激情，那么你后面呢也会把这些激情延续下去。OK， 这里是一些层次啊，这是一些层次，包括一些剪影上的变化。
这个剪影来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啊，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完了之后呢，会有一点点这个帮助啊，就是说能够在剪影上给予自己的这个作品足够的重视。我相信 ZBrush 这个软件在设计的时候呢，也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它在2020的版本里面加入了这个直觉的这种剪影的观察，那么可以开关的，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 ZBrush 2020的一个这个官方的新功能的一个列表。OK， 这个我们继续讲啊，这是身体。它有一些凹凸啊，可以看到身上有一些凹凸，这种东西呢，不用太去纠结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啊，但是你要把这个结构交代清楚了啊，观众可能会自己会明白说啊，它可能是一个骨头啊，它可能是一块肌肉，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的很多这种雕塑或者是这个绘画来说呢，它有很多东西是意象啊，它并不是说特别的，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也是有别于很多这种西方的传统的这种写实派的那种雕塑或者是绘画所一直要表达的东西啊，中国很多这种传统的这种东西呢，其实都是出于一个意象的目的。所以我希望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感受啊，虽然我的东西大部分来说还是写实的，还是具象的，但是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东方的这个韵律的感觉，而不是光是一些生物体啊，不是一些 organic 一些这样的东西。蝙蝠的翅膀。在雕刻这种薄膜状物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透到后面去了啊！你有时候会打开背面的这个自动蒙版。OK， 这是它的脊背啊，脊背这个地方要做粗一点。可以换一个材质来观察一下啊。OK， 继续再做啊。我们使用这个 Dynamesh 啊，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Sculptris Pro 就不再适合了因为它对这个硬件要求太高了。我们切换到 Dynamesh， 继续下一步的深入。现在的物体的面数大概是50万面左右。我们根据这个概念稿呢，把这一部分给切出来。把它做成一片，做成一个小片。它有点像一片叶子一样它是一个鳞片，或者是一个胸甲这种类型的。
它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在它的下端这个弧线很重要我特别喜欢这根弧线，它很像一个植物的叶子。OK， 把它复制2片，扩大一点，复制2片。再复制1片，复制了4片这样的叶子。把它对称一下，对称。这中间像一把刀一样这也是这个设计的一个特点。我希望它中间像一把利刃一样，所以这条龙和以往我做过的龙都有点不大一样它很多地方充满了一些隐喻一些危险的隐喻，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这样的感觉它一些设计上一些区别这是做这个云这个烟雾，这块烟雾也是一样的，通过这个笔刷大家可以看到我是这个笔刷的强烈的狂热的爱好者经常使用这个笔刷来进行创作OK 那这个东西在做的时候注意的是一定是它的空间的感觉一定要把它空间的感觉想好，因为这个东西在缠绕的时候它一定是3维的，而 ZBrush 在做的时候呢它是2维的，所以你要在不同的这个视角下面去观察它。而且这种东西呢，它有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概念稿里面表示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我们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把它再好好的设计一下因为概念稿里面毕竟是一个2维的东西很多时候呢它不可能表现特别清楚。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trim 笔刷去把它变成一个薄片很多时候这个烟雾呢它不是圆形的一个截面它一定是充满很多变化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绘画上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这种绘画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曲线非常漂亮，我们希望在我的雕塑里面能够体现这些曲线。
可以看到这个烟雾在设计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它的环绕的效果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刷去推拉它摇移它，让它更可能的像一个气体的感觉气体的感觉，而不是和它的这个头部身体那样的是一个实体的感觉应该让它更加飘逸一些。那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像这个扭转的有点太复杂的地方呢，在这里也要进行一些调整。把这拉长了一点让它更加舒展一些。很多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把这些东西孤立起来进行雕刻是因为我还是想考虑到一个整体的效果我在处理这些很重要的这个部件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注重整体效果特别是想尽可能的让它更加的这个整体一些。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开的包括它的脖子，还有它的这个呃头部什么的。死机了，哈哈。分开的分开来做呢，你刚才看了一下，我把它的头部稍微放大了一点这样的话呢比例更加协调一些。OK 总的来说是在处理细节的时候可以把它做的可以处理的稍微的就是说让它孤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在处理一些大的造型的时候呢，还是要整体观察。
这是它的底座。这里还是有点不饱满啊，再加点东西。好，这嘴上再加2道烟雾。那当然这个烟雾不要对称的啊，可以做成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翅膀也做的跟有点像叶子一样，像一种刀啊，像一种刀的感觉。它就是因为它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意象的，它并不是一个生物体的感觉。头部相对来说比较写实一些。OK， 先到这里啊，这一节先到这里。